试问谁人留下？雪一出，心寒，缘分一线之差。思念已发芽，似花还似飞花。千言难尽，唯有缘负策马，好梦才能到天涯。我不会等流年冬夏，也苍过悬崖。千朝尽处，寒风袭来，谁一生记挂？歌名在喧哗，渡人间太无暇。让四季从此沙哑，自古红尘客，春秋都造化。天地任我游，何须问归家？日月别星辰无话，荒野尽终结云霞。钟贵人难得出宫，不如在我阴府花园游赏一番。日后小女嫁入到王府之后，还望钟贵人多多的关照啊。老奴奉贵妃娘娘之命前来商议纳采事宜，既已说定，老奴就回宫复命了。好。三夫人，你们这是要去往何处啊？钟贵人，大哥大嫂，梁君啊从胡商手中买了些西域奇花，你们若有兴趣，不如一同前往赏花。西域奇花，老奴在宫中多年，也鲜少看见呀。那便一同前往吧。啊，就在里面。这是大姐姐，这是大姐姐和陆先生。殷御史，这作何解释啊？钟贵人，这其中定有什么误会。还不赶快把他们叫醒！父亲母亲，你们为何事在此喧闹？大姐姐，那这榻上的人是？小女陆明书，见过诸位。明书娘子，怎么是你？你为何穿着淑君的衣服？这是……小女自会细细道来。今日之事，是小女为洗清淑君娘子的冤屈而出的一个计策。起来，他们都走了，快点！什么人如此大胆，敢陷害我殷家的嫡长女？自然是那个费尽心思把诸位引到花房的人。梁君，真的是你吗？冤啊！我要众人前来赏花不假，可我绝无陷害大姐姐之意。上次明淑娘子落水的时候，你们界定我有罪，殊不知梁君前一日也去过三书院。梁君娘子因是临时起意偷走头，又在我上桥之前偷偷将头油撒，再把油藏入淑君娘子炉中。你在撒头油的时候，把头油弄到了鞋上，但她也很聪明，故意等到自以为联姻之时落定之后，才把鞋送去了洗衣房。胡说！这些我当然便买了，怎会在洗衣房？你也承认了，梁君，你害你大姐姐吃了多少苦？你为何要这样对她？自我父母去世后，你们尽心尽力的抚养我长大，我很是感激。可我自
觉资质不比大姐姐差，只是苦于没有父母做主，所以你就陷害我，让所有人都认为我和陆先生有私情，这难道不是事实吗？你别不承认。这不过是我们抛出诱饵，引蛇出洞的计策。殷御史，钟贵人，适才陆某被人引至花房，的确中了暗算。不过所幸我们有所准备。殷御史若不信，可传一大夫前去一探。传。回大老爷，花房的确有使人晕眩之物。梁君，你还有何话可说？大夫所言，我真的毫不知情，此事非我所为。都到这个地步了，你还有什么好抵赖的吗？我，老爷夫人，奴婢受明淑娘子吩咐，在贤君娘子房中搜出这个锦盒，其中之物，还请大夫明验。正是盒中之物。贤君，是你？这是栽赃，定是有人故意将它放入我房中。说不定是有人在故意祸水东瀛呢。梁君，你好狠的心啊！三夫人莫急，这东西的确是贤君放的。这锦盒不过是他百密一疏，你当时寻我入府，便是想寻个帮手吧？不过说起来，还真的是有一桩差事，就是不知合不合娘子的心意。但你错就错在聪明反被聪明误，故意让我在洗衣房看到了梁君的鞋子。是二娘子的，这不，之前弄脏了，刚拿来洗。他自己送来的？不是，是他院里一个洒扫丫头。梁君鞋子撒上桐油，定会马上把鞋子毁掉，而你却早就买通了二院的丫头。可惜梁君娘子一心只想扳倒淑君娘子，根本没有注意到你。他偷偷带走了桐油。我看大姐姐精神状态不错，整日待在花房，连贵妃她都搬去了。她身边还有何人？自然是陆娘子兄妹了。好啊，殷贤君，原来你才是藏得最深的那个人。这些只不过是明淑娘子一个人的猜测，我什么事情也没有做，绝不接受你们的责难。殷御史，秋桐，三夫人，这位是你娘家那边的丫头吧？没错，这是我阿嫂身边的秋桐。可此事怎么会跟我们娘家扯上关系啊？这一切还要从淑君娘子的流言说起。本是宅院隐逸，为何会成为京城闲话？就是她高价买通了说书先生，之后的事情，想必各位都清楚了。秋桐，你为何要这样做？老爷是为了你们母女着想，可兄长为何要越过我？此事是我一人所为，我母亲生性单纯，毫不知情。
还是让我来说两句吧。蒙父，父亲，您不是在别院休养吗？我要是再不过来，我们殷家的100年清誉，都让你们这些不孝子孙给败光了。钟贵人，让您见笑了。真相既已查明，接下来便是诸位的家事，老奴这便回宫复命，还请诸位放心，今日所见，老奴必会守口如瓶。那就多谢钟贵人了。多谢钟贵人。现真相已明，我等亦先离开。梁君多年来受伯父伯母照顾，却因失去双亲，暗自怨怼，妒忌大姐姐。梁君自知有错，请祖父责罚。梁君，认错容易，祖父希望你们真心改过。我自认殷家家教严谨，你们又是心地善良的好孩子，但联姻一事，你们心怀不平，不惜陷害手足。如今事情败露，你们真心知错了吗？贤君，祖父，事到如今，有些话我也不吐不快。你还不知悔改？让他说。多年来，我在府中默默无闻，我也想做那个能被你们看见、被人捧在手上、享受无限宠爱的人，只差一步，我就可以成为联姻的唯一人选。这样你们谁都没有办法再忽视我。我这么做有什么错？出人头地本没错，但你错在陷害手足，错在将权位和尊贵等同，错在分不清野心和担当的关系。王妃之位固然尊崇，但其暗潮涌动，你父亲无关无决。你就是嫁给瑞王，应对的不只是后宫，而是整个朝堂的争斗。即便嫡长女嫁过去，也不可避免，但至少可以抵挡一些明枪暗箭。联姻之事，其实就是一场朝堂的争斗。贤君啊，你或许对大伯心有不满，但无论是我，还是你大伯母，在外必定夸赞你温婉贤淑，满腹才学。我们想的，从来都是要为你们寻一个可堪相配的好人家，从未想过让你随随便便嫁人，包括梁君。一家人同气连枝，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。你们需要的不是互相伤害，要不断的强大自己，然后互相扶持。孙女知错了，请祖父加规责罚。孟父，大哥大嫂，养不教母之过，我愿代贤君承受责罚。贤君，你说呢？我一人做事一人当，母亲怎可代我受罚？国有国法，家有家规。你们陷害淑君，违反家规，按照家规，你们应该被送到祠堂。还请祖父开恩。联姻一事，淑君也未能看清局面，更没能顾及妹妹们的感受，处事有失。还请祖父对妹妹们网开一面，
大姐姐，姐姐。既然淑君都说话了，那就从轻发落。贤君、良君，罚你们到祠堂自省1年。至于你嘛，你身为母亲，未尽明察劝阻之职，罚你每日到祠堂跪拜1个时辰。你们可心服？多谢翁父开恩，多谢祖父开恩，多谢祖父。太傅是留宿府中，还是回别院？自然是回别院休息。别忘了，我还身在病中。殷太傅，晚辈有礼了。宁淑娘子，这次多亏了你，我儿才得以洗清冤屈。大夫儿言重了，是淑君娘子啊，她心地善良，明淑才不负所托。你以为你真的能瞒天过海吗？好在瑞王从中调解，宫里才没有追究此事。母亲，你宁愿冒险动更帖，也要推掉联姻，是否育有意中人了？淑君之前错信他人，但如今已是前尘旧梦，只因未能及时澄清谣言，才闹出这么多风波，令祖父担忧，家族蒙羞。淑君知道错了。父亲，对不起。不全是你的错，事关你的终身幸福，而为父却一直以家族体面为重，从来没有问过你的意愿。之后啊，还让你受了那么多的苦，为父也有错。父亲，官人，之前是你我一意孤行，未曾尊重过淑君的感受，差点酿成大祸。经此一番周章，我想联姻一事，若有他法，还请官人另作安排。夫人，与瑞王联姻，本是父亲与我下定决心立足改革的结果，但若以儿女的幸福来换取，终究是逢强敲直，重而无极啊。淑君呐，如果你实在不愿意，为父便跟你祖父重新商讨此事。我愿与瑞王联姻。淑君娘子，是为何让你突然改变想法了？今日的种种，让我彻底醒悟。我从小受家族庇佑，丰衣足食，风光无限，这些本来就不是凭空而来，而是家族为朝堂殚精竭虑的结果。我身为殷家儿女，又岂能只顾自己？可你若对瑞王丝毫无益的话，我的确对瑞王毫无了解，甚至无畏。但经过此事，他仍然能不惧流言，坚持与我联姻，这份坚定足以让对我的流言自行瓦解。因此我愿意联姻，不只是心怀感激，更相信他是个胸怀宽广、心有承担之人。若是如此，殷家的命运
便从此与瑞王绑在一起了。你有勇气面对吗？殷家历世100年，靠的就是祖辈们相扶朝堂的智慧和眼光。我相信父亲，还有祖父的选择。好，殷家有女如此，乃家门之幸啊。那联姻之事就这么定了吧。你要为苏昌华翻案？先师师从太傅，不知太傅可有先师一案的线索？你知道翻案要付出多少代价吗？晚辈已想清，无惧生死。就好像殷太傅同意让殷家与瑞王联姻，无惧将殷府推至风口浪尖。晚辈敬服。朝堂对革新多有非议，老夫也并非没有顾及到殷家的私心。倒是有你这么一个晚生的出现，朝堂看来是后继有人了。至于苏昌华一案，我知道的不多。他自枪之前曾写过认罪书，加上他的心腹刘显坤亲口指证，便没有人怀疑了。可这定是诬陷。但事后刘显坤被判死刑，死无对证。可有线索能查到刘显坤背后之人？哪有那么容易？你要是有心，就从他的身边人查起。多谢太傅指点。看来我也不需要再躺着了。该来的风浪，迟早要面对。目睹过贫寒之女操持生计的不易，亦见过商女一夜容光尽失的惨痛。如今也知，即便出身富贵的女子，也亦有其难以言说之苦衷。试问世间女子，如何能走出那重重宅院，摆脱世俗枷锁，追寻自我之真谛？怎么样？有什么消息吗？太傅提点我，先查查先师幕僚刘显坤身边之人。刘显坤，没问题，此事交由我。此外，你再帮我查一下殷贤君的舅父家什么情况。终于回家了，金窝银窝都不如我的狗窝，对不对，早早？长大了，想不想我？你是不是把我伙食都吃了？嗯，阿兄，阿娘说你把我房间收拾了。闲来无事，顺手而已。你看这幅字，铁画银钩，力透纸背，给我房间格调都增加了不少。有什么问题吗？没有啊，很喜欢。喜欢为何是这副表情？就是自打我失去记忆以后，虽然你们都陪在我身边，但我心里总是感觉不踏实。我总在想，我以前是什么样子的，
为何会做些手势，会弹一些琴曲，还会些什么呢？我是不是忘了些很重要的人或者事情？我每每想到这些，都会觉得不安。对不起，秘书，是我太大意了，忽略了你的感受。不是，你跟阿娘给我的爱护，才让我的心一次次的安稳落地。你看，那个殷家虽然富贵，但每个娘子都有各自的不得已。那我有最爱我的阿娘，有事事都支持我的阿兄，那我即使忘却了前尘，又怎么样？我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。无论以前还是现在，我就是我。我叫陆明书，是阿娘的女儿，是阿兄的妹妹。我的名字和我的家人，就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底气和骄傲。明书，无论你将来想做什么，想成为什么样的人，阿兄都会支持你。阿兄会尽全力，让你一生都平安、喜乐。那我也告诉你，无论以后你是平步青云，还是遭遇困境，我都会陪着你的，给你力量的。你是说我简明书，养鱼撒网，挟恩图报，把那些书生待价已沽，你竟是这般想我的？看来阿兄之前眼神确实不太好。眼神不太好啊？那得补补呀。公子，应该就是这里了。看得到路吗？就讲这里。哎呀，就是这里。我今日如何？这不知道的，还以为陆家女士上门了呢。又不说，掌门。哦。陆公子在家吗？陆公子，是宋公子来了。陆公子，还是早早沉得住气。晚辈宋清沼见过伯母。你和阿长是好友，以后有时间多来玩便是。这些，哎呀，宋公子破费了。这是晚辈应有之礼。况且，陆兄和明淑娘子助我查清殷家谣言真相，让我对瑞王也有所交差，理应感谢。宋兄客气了，若非有你相助，事情也不会这么顺利。眼下已是饭点儿，宋公子若是不嫌弃，留下来一起吃饭呢。我阿娘做饭可好吃了，那就恭敬不如从命。宋公子，来尝尝这个糖醋鱼。还有这个，我阿娘最拿手的枸杞粥，又香又甜的，这是我跟阿星最爱喝的。宋公子尝尝，味道如何？多谢明淑娘子。怎么样？果然很甜。阿娘，宋公子平日应该很少吃这种粗茶淡饭吧？今日就算是下凡体验一下。怎会？明叔，你待宋公子这般客气，也不怕他不好意思？宋兄，你我是知交好友，在家一切随意，切莫客气。我哪里客气了？我就是让他见识下阿娘的好手艺。况且在殷家的时候，宋公子还教过我学琴呢，我理应这般招待。是。这碗枸杞多，更补。明淑娘子，你平日除了喜欢吃这些，还喜欢吃些什么？他呀，天上飞的、地上跑的、水里游的，没有他不爱吃的。我
哪里这般贪吃了我？阿长，哪有你这么说妹妹的？就是。宋公子，他们兄妹两个平素打闹惯了，让您见笑了。怎会？我是家中独子，非常羡慕这种兄妹之间的相处。是吗？既然如此，不如让舍妹认宋兄为义兄，日后也可以多一位兄长相护。宋某自认无法与陆兄相提并论，不敢抢占兄长之位。我倒是不介意。宋某恐怕没这个福气。哎呀，不就是句玩笑话吗？何必如此认真呢？哎呀，依我看，一边是我的兄长，一边是我的知己朋友，那么两全其美嘛。明叔这话说的对啊，阿长啊，你休想将这个照顾妹妹的责任推给宋公子啊！就是。是，有阿兄在，怎会让他人照顾？别看了，阿娘。来，喝碗猪肝汤。猪肝汤。明叔说你眼神不好，要补补，特意让我熬些猪肝汤给你，说是养肝明目。太有心了。阿娘可是有什么话要说？那宋公子对明叔有意思，你可有察觉？他们不过是见了数面而已。还不至此，阿娘不要多想。阿娘也是过来人，有什么看不明白的？那宋公子看明叔的眼神，分明是心仪明叔。阿娘只想知道，你是怎么看的？以宋家的门第，想要娶明叔，恐怕不是件易事。你是担心明叔高攀？怎么会？明叔配得上任何人。何来高攀？我只是担心嫁入这样的人家，日后多有为难。明叔若要论嫁，等我入仕之后，会更有底气。这可是你的想法，你可知道他是怎么想的？阿娘没别的意思，赶紧趁热把汤喝了，早点休息。淑娟娘子竟然屈尊来我这间小院，荣幸之至啊！不过是闲来无事，随便逛逛吧。闲来无事，带这么多礼物啊？那你可得多闲来逛逛啊！其实我不过受人之托，忠人之事，而且大夫人已经给了我赏银，你不必专程来谢我的。谁要谢你了啊？可是方才娘子明明一路都在念叨措辞呀。要你行，我实话实说了吧，我确实是来谢谢你的。谢谢你在所有人不信任我的时候，还义无反顾地站在我这一边，替我洗脱冤屈。往日我对你多有不敬，还请多多海涵。从今日起，我也想同你交个朋友，不知你可否愿意？那可真是半云空长草，破天荒了。堂堂殷家嫡长女，居然和我这个江陵破落户做朋友，怕不是听错了吧？我好不容易掏心掏肺跟你讲这些话，你还拿以前出来的话戏弄我。好，既然你不领情，那我们就大路朝天各走一边。走。
啊！既是做朋友，就不许我戏弄啦。你想开间首饰铺子？给你当伴读，便是为了拿到赏银，盘下铺子。那如今我现在拿到了赏银，自然是要付诸行动了。想法倒是不错，不过女子经商不易，凭你一人之力，怕是很难立足吧？怎么，淑君娘子想要加入不成？我堂堂阴府千金，怎能同你这个破落户齐名掌柜？不过让我出份力，倒是不难。那就多谢殷掌柜了。我看你对穿衣打扮也有些眼力，不过我觉得开店也不必只拘于在还首饰。好主意啊！既然殷掌柜如此有想法，那个店铺里的装饰布置什么的，是不是也出份力啊？哇，你这就开始压榨我了，陆掌柜。我打听到了，刘显坤的儿子自打失踪后便一直没有下落，但他的养女刘元英却逃跑失败，后来被冲入教坊司，现在是教坊司的当红舞姬。既是当红舞姬，定常被请去权贵家里现眼。我正要与你说呢，他已经被接到工部卢尚书府中，说是为了什么恩印宴。卢府。哎呀，谁能想象，这京城贵公子们竞相追捧的刘元英，如今成了我的人了。别忘了你说过的话。放心，只要你好好侍候，有什么都可以。快回去吧，你家夫人还等着你呢。管那个黄脸婆做甚？莫说她了，就连我屋中其他那几个小的，给你提鞋也不配。行了，这天都亮了，再不走，院子的人都该醒了。哎，小心被人瞧见。原来是凭着这些伎俩。江南，望江南，这听起来像个菜馆。百花春，这听起来更奇怪了。这叫什么好呢？叫什么好呢？叫什么？还没睡呢。阿兄，我在想店铺的名字啊，这一不能落得太俗套，又不能显得太清冷，好难啊。但凡开店，需要有个好名字，博个好彩头。啊，我帮你一起想。还是阿兄最疼我了。你终究是个女孩子，须知男女7岁不同席，以后不管是与为兄，还是其他男子，相处都需要注意分寸。兄妹相处轻松随意不就好了？就你一本正经。若想闻其名便知雅意，倒不如取用常闻白之秀，状与兰花偶之清雅脱俗。兰花又有玉雕花之意，一闻便知店铺是作何营生。此店便叫做花郎阁，如何？好听，就这个花郎阁。
时光荏苒，别错过白头。一次心如初，后人间花开落。贪嗔痴缘憎都随风。愿世事重楼，情真流手。一骑越人间，繁华与错落。灯熄渐老，姻缘地，因果休。顾盼终回首，一重头。若风景到尽头，可归与否？一种情度流年，皆心中迷惑。数尽漫漫长夜，数不尽对你思念的轮廓。若海上月一圆，可归与否？余生无望守候，有始有终。唯愿岁月遗忘，落款还是伤